俄烏衝突已經持續了4年多的時間，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呢進行了20輪以上的制裁，全方位的封鎖了俄羅斯。但是制裁的效果怎麼樣呢？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正在舉行的第29屆的这個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呢，一定程度上給出了剛才問題的答案。本次論壇呢，有來自全球的130多個國家和地區，大約是2萬多名代表參加。啊，美國呢，時隔近10年之後啊，再次派出官員代表團來參會。沙特呢，還以主賓國的身份高調出現。以務實對話通往穩定的未來之路為主題的大會，也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目前全球形勢所發生的變化。美國呀，這次參會具有非常強的這個象徵意義。克里姆林宮的外交事務的助理烏沙科夫呢，在6月2號的吹風會上表示，說美國美術委員會主席羅德尼·庫克帶隊參加論壇並且參加了俄美文化對話專場活動。同俄羅斯馬林斯基劇院東宮博物館等有關的負責人進行這個交流。從2017年到2018年之後這個美國就沒有再派遣同級別的官方的代表团參加俄羅斯這樣的重要的經濟論壇了。那麼這次參會就打破了近10年來的外交的沉默。但是美國這次的這個操作具有一個試探性。你看，美國沒有派財政貿易等重要的經濟領域的官員，那只派了什麼呢？就是負責建築和藝術審美的聯邦官員，就是藝術層面的風花雪月的，就是務虛的，是吧？在政治風險上最小的文化領域來進行試探，表面上是文化交流，但實際上另有目的呀。與此同時呢，美國也在俄商會的組織下舉行了美俄企業論壇，重點討論兩國企業合作的機會。長期的制裁呢，給俄羅斯本土企業呢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但是呢，俄羅斯的豐富的能源、礦產、糧食等等戰略資源，對於陷入通貨膨脹波動和制造業疲軟的美國經濟的這種吸引力卻越來越大。美國呢，用文化交流的名義去打探俄羅斯大宗商品合作的底線，並為之後的經貿的对接留出空間。对俄羅斯來說呢，美國官方代表團的到訪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突破。俄方呢，以此向外界表明，西方對俄羅斯實行全面孤立的戰略已經失敗了。本屆論壇的參會人員的這個陣容也十分的強大，共有呢來自76個國家的政要和政府官員參加。那正好趕上這個俄沙建交100周年嘛，沙特能源大臣作為主賓國代表深度參與論壇。包括烏茲別克的總統親自出席，中方呢由國家副主席帶隊出席，包括古巴外長，印度、東盟、中亞、非洲以及拉美的多國都派出大規模的代表团來進行參會。西方的制裁壁壘雖然可以阻止一些歐美企業，但是不能阻擋新興經濟體深化與俄羅斯的合作。作為全球能源的這個核心力量，沙特呢主動在俄羅斯主場進行這種高調的互動，依靠的就是雙方在能源協調、投資合作、基建對接等等領域深度綁定的關係。很多的這個歐洲、亞洲和南方國家呢也都積極參加，也從側面反映出全球經濟多極化的這麼一種趨勢。但是呢，持續的制裁已經給俄羅斯的經濟帶來了實際的影響。我們看俄羅斯呢，在2025年的 GDP 的增速由上一年的4.9%驟降到1%，這個降的幅度非常大呀。當年的1季度的經濟出現負增長。俄羅斯方面呢，也将2026年的這個經濟增長的預期由原本的1.3%就下調到了0.4%，應該說是整體的情緒還是比較悲觀的哈。但是呢，即使經濟承壓，俄罗斯也沒有被國際社會邊緣化。在這次的論壇當中呢，俄羅斯也進一步的擴大了同南方國家、中東國家的這種合作的範圍。歐盟的態度也十分耐人尋味啊。今年4月呢，歐盟剛剛實施了第20輪對俄羅斯的制裁，但是制裁力度並沒有減弱。但是呢，歐洲內部要求同俄羅斯進行溝通和對話的聲音一直沒有停止過。我看德國一些政治家呢公開表示說，德國作為務實的國家，應該主動同俄羅斯進行这種議題上的交流。歐洲各國呢慢慢的意識到，
長期的孤立俄羅斯，使自己承擔了遠遠超出預期的能源成本和經濟損失。而美國呢，提前派團參加此次會議，則帶有這個地緣政治博弈的意味。如果歐洲先打通與俄羅斯的溝通渠道的話，那麼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地緣政治格局当中所占有的這個主導地位，那就會受到威脅。那麼就在各方博弈不斷升級的時候，論壇開幕當天凌晨啊，烏克蘭就出動了大量無人機对这個聖彼得堡進行襲擊。那麼襲擊的目標呢，就包括當地的這個石油的轉運碼頭和卡朗施塔德海軍基地。當天晚上呢，俄羅斯在列寧格勒州的擊落了59架無人機，全國一共攔截了超過350架。此次的襲擊呢，就導致人員受傷石油碼頭起火冒煙。事發地距離論壇會場其實只有16公里啊。烏克蘭選擇在該時間點呢發動襲擊，目的是干擾論壇的舉行，並向西方盟友發出這種衝突不斷擴大的信號，迫使各方呢繼續對烏克蘭提供援助。但是這次軍事小動作並沒有影響到論壇的正常舉行也沒有改變各國積極與俄羅斯進行合作的這麼一種大的趨勢。本屆的聖彼得堡的國家經濟論壇呢，已經描繪出了一幅清晰的现實圖景，就是4年多的全方位的制裁，並沒有把俄羅斯踢出全球的經濟體系，反而呢迫使全球經濟格局加速重組。美國就放棄強硬孤立的態度，轉而呢低調的試探接觸。那新興經濟體呢不再觀望積極的深化與俄羅斯的合作。雖然全球的局勢由對立對抗轉為這個務實對話的道路，應該說是曲折且漫長，但是大體方向已經很明確了。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谢飞觀察，希望观众點關注，同時呢將這期視頻轉發分享出去，讓更多朋友看到。我們下期節目再見。